端午家宴，饭桌上老家的亲戚全都嘲讽我家穷，堂姐更是牵着我那脚踏两只船的前男友挖苦道：林楚楚，我家哥哥马上就是世界500强的 CEO 了，你这样的低保户可千万别羡慕，毕竟没有哪个男人喜欢扶贫。我冷笑着拨通公司人事的电话，哦吼，他现在是夜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上半年公司一直在忙一个收购项目，好不容易到了端午才腾出时间回去看爸妈。这刚回到镇上，伯伯就高调请全家亲戚去县里最高级的餐厅吃饭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说。伯伯趾高气扬地说：伯仁呐，你都不知道这家餐厅老高级了，想在这里吃顿饭至少得提前1个月预约。今天哥也算给你开个眼，奶奶这辈子育有4子，我爸排行老幺，上面2个哥哥1个姐姐。这些年伯伯靠着经营一家小超市赚了不少钱，家里盖起了4层小洋楼，自然是对我们中年下岗还瘸着的爹各种看不上。爸刚刚受伤的那2年，家里所有的重担全都落在妈一个人的肩上，时间长了，周围人就都觉得我爸是吃软饭的，加上伤了之后一直没好利索，到现在走路都一瘸一拐的，所以便一直深居简出，渐渐的越来越不自信。即便这些年我经常开导他，可在面对混得好的伯伯时，依旧会不由自主的自卑。我知道他心里今天肯定是不想来的，毕竟谁都知道这群亲戚喊他一起，只不过是为找一个饭桌上可以调侃的乐子。而这些人会说的话，我不用想也清楚，要么是嘲讽我爸吃软饭靠一个女人养，要么呢就是打趣他们生不出儿子，还像个傻子一样非要把一个赔钱女儿供上学。对这些亲戚而言，年年还肯带着我们家一起玩，无非是担心缺少可以用来打趣的乐子罢了。今年自然也不例外，是吗？那可真就太谢谢伯伯了。我笑着替爸妈应了下来。这些人明里暗里欺负了我们家这么多次，今年风水轮流转，该到我们家欺负别人了。下午6点多，我准时领着爸妈出现在约定的包厢，其余的亲戚几乎都到了。看到我爸进来，伯伯装模作样的拍了拍脑袋：哎呀，瞧瞧我这脑子，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，竟然把你们给忘了。小智，你去让服务员再去填几把椅子来。我看着这间起码可以容纳20人的包间，心中发出一声冷笑。这摆明了是伯伯故意让人拿出去，想让我父亲难堪的。服务员很快拿来椅子，我从容地拉着我爸妈坐下。二伯笑道：伯仁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迟？不会是坐公交车来的吧？约好时间6点，我们并没有迟到。四叔，公交车门槛高，你可小心点别摔喽。说话的是二伯的儿子林强。作为一个小辈这么说自己的长辈，却没有一个人制止，甚至他一说完，所有人哄堂一笑。我爸紧抿着，我妈站起来要说话，被我拦住了。当然是开车来的，我在市区买的房子离这里有段距离，我爸行动不方便，当然不可能让他走过来。听我这么说，林强笑，门口停的剁椒鱼头不会就是你的吧？楚楚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四叔身体不好，你好歹贷款买辆宽敞点的车呀，你这剁椒鱼头让四叔的脚往哪放？我爸的脚定了钢板，身不直。他这么一说，所有亲戚都笑了起来，没有一个人来教育林强。林强今年初3，正是叛逆的年纪，见所有人都认同他说的话，他更加得意，
可他似乎忘记了，以前他爸失业在家，天天酗酒，是我爸把他背在肩膀上，整天在村里溜达。也是我爸在二伯喝完酒要打他的时候，紧紧把他护在身后。我爸眼里有些失望。二伯母生林强的时候难产去世，我爸可怜他从小没了妈，是真心把林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时林凯从外面进来，脸上有着激动。爸，我刚刚看到外面停了一辆宾利耶。林强没有见过宾利，当即把头伸出窗户去看。我去，还真是，我要是能有这么一辆车，这辈子也值了。我笑了笑，那辆车我花了600多万，主要是考虑到宽敞，我爸能坐得舒服些。林强看到我笑，一脸不屑。你笑什么？你不会想说那辆宾利是你的吧？林凯听到噗一声笑了出来。他一个刚毕业几年的穷学生，电动车都不一定买得起。他转过头问伯伯：爸，姐怎么还没来？你说这辆车不会就是姐夫的吧？伯伯趾高气扬：你姐夫上市公司的经理，一年10几万，买辆车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这话一出，仿佛默认了门口那辆豪车就是他家的，在场的亲戚都去恭维他，伯伯更加得意。这时他的女儿林燕也到了，一起到的还有她的男朋友。看到她身边的男人，我挑了下眉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她男朋友不就是我那前男友吗？爸爸，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说笑了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林燕亲昵地挽着伯伯的胳膊，伯伯看向我们一家，跟你四叔他们讨论豪车呢。小李，门口那辆豪车是你的吧？伯伯问李想，也就是林燕的男朋友。李想笑笑，也没有，一辆代步的车而已。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谦虚，也同时默认那辆车就是李想的。哎呦，小李怎么这么谦虚？要我说，还是燕燕会交男朋友。瞧瞧，上市公司经理多气派，我听说那家公司市值可是好几十亿呢。小李前途无量啊！所有亲戚都在夸李想。林燕笑着拉着他坐下，然后好像这才发现我一样，惊喜道：哎呦，楚楚妹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坐在角落我都差点没发现你。李想的视线跟着一起看过来，我朝他轻蔑一笑，他吃了一惊，看来他还不知道我就是林燕的妹妹呀。不过很快他就换上了看不起人的语气，原来是你呀，林楚楚，你不会为了追我特地跑过来的吧？李想是我学校时交的男朋友，大2那年是他追的我，当时我并不想谈恋爱，是他一直穷追不舍。当时的他年轻帅气，成绩也好，我觉得可以试试，就答应了。交往第1天，他就想和我发生关系，我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对我不冷不热，我一心扑在学习上，没有发觉到这些。直到后来，他知道我家情况后，直接分手了。这些还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听到的，不然不知道要被他瞒到什么时候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和他断了联系。没想到今天家族聚餐居然遇上了。林燕语气轻蔑：林楚楚，原来我家宝宝说的死缠烂打还找人的前女友就是你呀？什么死缠烂打？亲戚们很好奇。他呀，在学校的时候就对李想穷追不舍，李想看他可怜，就答应了和他在一起。谁知道在一起第1天，林楚楚就想拉着李想去那种地方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所有人都看笑话一样的看向我，伯伯更是一副教育的语气：伯仁呐，看你平时斯斯文文的，怎么教出来的女儿这么伤风败俗啊？伯母更是嘲讽：哎呦，我就说房间里怎么一股子味呢？说着还用手在鼻子旁边扇了扇风。林燕说得起劲。不仅如此，见对我家宝宝没成功，
他还找别人呢。林楚楚，我家宝宝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并不喜欢你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说博人，你家闺女今年也不小了，还没找男朋友啊？就这样的，谁敢帮他介绍？别到时候人南方院我们家族教出来的就是这种人。不过也是，就你家这个条件，应该也没有哪个人愿意娶你女儿，哪像我家闺女。伯伯看向李想，一脸满意。听到所有亲戚都这么说我妈终于还是忍不住了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知道她生气了。平时伯伯嘲笑她和爸爸，她能忍，但是只要说到我妈就跟点了炮仗似的，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奶奶终于开了口。奶奶重男轻女，又因为这些年我爸给她的钱比伯伯他们少，就更看不上只生了一个女儿的我妈。我好几次听到她骂我，可是姑姑也是生了2个女儿，她却一口一个宝贝孙女。记得我爸刚出事那年，家里一下没了顶梁柱，经济变得很拮据。过年了，我们都在奶奶家过年。我看着堂姐他们在吃桌上的糖果，嘴馋拿了一个，奶奶看见了，直接冲过来拍我的手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破口就骂：吃就知道吃，这糖是留着客人吃的。我仿佛在所有人面前被奶奶扒光了衣服。等在厨房忙碌的妈妈出来时，我已经哭成了泪人。奶奶还在不停地骂，连带着一起骂我妈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堂姐他们都可以吃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从那以后，我都不愿意去奶奶家。面对我奶奶，我妈是怨的，但是传统的孝道让她对奶奶说不出什么重口的话。可我不同，我的孝只对我爸妈，面对其他人，我没有道德。奶奶年纪老了，就在家休息，知道你能生，幸好我爷爷不在了，不然您不得给我生个5叔6叔7叔啊！我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因为没有人能想到，向来逆来顺受的我们家，今天居然敢公开叫板了。我奶奶气得手都哆嗦，指着我一个劲地说你。我伯伯一拍桌子：伯人，你就是这么教你女儿的是吧？怎么可能对长辈这么说话？我爸握紧了拳头，就在我以为他依旧还是选择沉默的时候，他却看向伯伯，语气坚定：我怎么教孩子不劳你费心，你还是看看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吧。我有些惊讶，因为即便这几年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爸也从没有对这些亲戚这么硬气过。我妈握住我爸的手，眼里也有欣喜，我知道他是开心。我爸终于选择振作起来了。饭桌上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僵硬。伯伯强势惯了，哪里被人这么下过面子？关键那人还是他一直看不起的我爸。他当即就冷笑：好啊，伯人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不如这顿饭就你请吧。这间餐厅是本市最好的餐厅，有钱人基本上应酬都会选择这里。一顿饭下来，少则10几万。伯伯为了面子，确实下了不少功夫。他也笃定了我爸请不起。这时，服务员过来上菜，我招呼他过来，跟他道：你去跟经理说一声，这边的消费等下记我账上。我这话一出，所有亲戚都愣了，随即就是一顿爆笑。林凯笑得直拍桌子：记你账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果然是没出过门的。这家餐厅可从来不赊账的。林燕靠在李想的肩膀上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林楚楚，你没钱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，别到时候害我们出不去这个门，被人笑话。我没理会他们。服务员朝我点点头：好的，林小姐。说完就离开了。所有亲戚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服务员居然会答应我。李想冷笑一声：林楚楚，你可真是厚脸皮，
为了面子，居然还找人和你一起演戏，这一顿饭能抵你几年的工资了吧？这样吧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”说完，林燕开心的恨不得粘在李想身上。哇，宝宝你真好，未来女婿这么给力，伯伯刚刚丢掉的场子可算是找回来了。我耸耸肩，有人买单，我也没必要做这个水鱼。酒过三巡，所有人都吃得差不多了。这时，奶奶问林燕：“小燕找到工作了吗？”林燕看了我一眼，得意道：“奶奶，李想在荣兴集团当经理呢。他说了，等过完年就把我安排进去上班。”这话一出，饭桌上所有人都在恭喜林燕。荣兴集团作为上市公司，能进去的都是人才，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。可是林燕的学历只有高中，能进去可不就是光宗耀祖了吗？只是我笑了下，李想居然进了我的公司，还当上了经理。我平时不会去管下面的事，所以并不知道李想进了我的公司，则当着我的面走后门是吧？见我笑了，林燕脸上得意的表情一顿，紧接着就嘲讽道：“林楚楚，你不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吗？怎么在哪里上班呢？”“就是，你不是跟我女婿一个学校出来的吗？我女婿可是当上经理了，你不会还在哪个饭店刷碗吧？”林燕和伯母的嘴脸如出一辙。我平时比较闲，我喝了口茶，突然觉得这次剧是有趣的。所以说呀，有些人就是天生烂命，考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？不还是连我女儿都比不上？伯母又是一阵讽刺。伯伯嘲讽我爸：“伯仁，看来你女儿读了学校也没什么用啊。”林楚楚，要不你求求我姐夫，让他在荣兴集团给你安排一个扫地的活。我听说在荣兴集团扫地一个月都有4000块呢。林凯哈哈笑着，李想被吹捧着，端起一张脸：“林楚楚，你要是求我，我还真可以给你一份工作，这不比你在饭店洗碗要强。”到底是谁给他们的错觉，以为我只能在饭店洗碗的呢？我刚要回话，这个时候电话却响了起来，备注是可爱的小保安。林强刚好站在我旁边，看到备注，噗的一声就笑了出来：“小保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林楚楚，这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”他这话一出，所有亲戚都把目光看向了我。我没有理林强，接起了电话：“顾朗，顾朗是我男朋友，也是这家餐厅的老板。之所以给他备注可爱的小保安，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，他谎称自己只是个保安。他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聚餐，打电话过来问问我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对那些翘首以盼的亲戚道：“我男朋友等下会过来，爸爸妈妈已经见过顾朗了。”听到他要过来，都很开心，反而是听到我说是男朋友的亲戚发出爆笑：“林楚楚，你居然谈男朋友了，还是个小保安！林楚楚，你离开我之后，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”李想嘲笑我，好像我离开他之后就只能找保安了一样。林燕笑意连连，他居然还敢过来，哈哈哈！过来跟你们一起出丑的吗？伯伯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得意：“楚楚，保安也好的，跟你般配的。”伯母捂着嘴笑：“那可不是很配吗？保安配洗碗妹，哈哈哈！”爸爸妈妈想为我说话，我拦住他们，看向那些丑陋的嘴脸，我道：“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是保安呢？”“不可能！”林强叫着，“我刚刚都看见备注了，就是小保安。”李想一笑：“林楚楚，如果你男朋友不是小保安，我当场跟你道歉，而且这顿饭我会买单。”说完，他转头对伯伯道：“我跟这家餐厅的老板很熟，到时候说不定还会给我们免单呢。”
听到这句，我彻底没忍住，笑了。跟老板很熟，还免单？他什么脸呢？你笑什么？李想拍着桌子，你如果真的认识老板，我不仅买单，我还付双倍的价钱，怎么样？我还是所有人，而你们全都要向我们道歉。伯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呵，这有什么的？姐夫，你真的认识老板啊？林凯惊喜道。不外乎他们会这么殷勤惊讶，因为谁都知道这家餐厅的老板可是本市的有钱人，他几乎垄断了本市所有的餐饮业，听说还是哪家集团的少爷自己出来创业的呢，这可不得赶紧巴结。林凯激动地搓手，他今年20多岁了，还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，要是能搭上顾朗，前途无量啊。姐夫，要不你等下帮我引荐引荐？我看出李想的笑有些牵强，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没问题。这话一出，亲戚们都七嘴八舌的叫李想帮忙，所有人都看向门口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5分钟后，包间门被打开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。我看见林燕眼睛发亮，赶紧低头整理着装，他还是一样，看见帅哥就走不动道。顾朗一眼就看到了我，刚要走过来，却见李想一脸殷勤站了起来，小跑着就朝顾朗走去。哎呦，顾总你怎么来了？他伸出手想要和顾朗握手，顾朗看着没有动。李想有些尴尬，伯伯站了起来问道：小李呀，这是？李想一副得意的模样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，顾总。我没有错过林燕眼里的惊喜，而林凯则拼命给李想使眼神。顾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还说过年去拜访您呢。李想点头哈腰，哪里有刚刚趾高气扬的样子？顾朗皱眉，我朝他笑了一下，他眼角才柔和下来。我来找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顾总居然有女朋友了，还是在这个包间里？李想环顾四周，这里除了林燕，没有其他适龄的女孩了呀。突然他怔住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难不成？顾朗不理他，朝我这边走来。我拉住了他的手。顾朗笑着跟我爸我妈打招呼，看见顾朗进来，我爸的腰杆都直了不少。我心里有些发笑，看来我爸对这个女婿还是很满意的。看见这一幕，在场的亲戚都惊掉了下巴，伯伯都有些磕磕巴巴的。伯仁啊，这位是……我爸有些骄傲，这是我未来女婿。林凯惊的一下从位置上站了起来，椅子往后拖动了很重的声响。这怎么可能？林楚楚，你不是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小保安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男朋友是小保安了？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的臆想吗？林燕眼里有着惊讶，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嫉妒，从小都是我有的，林燕她也必须有。李想磕磕巴巴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。顾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顾朗声音冷冷的，不认识。李想急了，顾总，我上次还去您公司拜访过您呢，只是当时您太忙了，没有跟我见过面。顾朗已经明显不想理他了。我不是谁都见的，一句话直接让李想尴尬得无地自容。林强年纪小，直接把话说了出来。姐夫，你刚刚不还说你认识顾总吗？怎么现在顾总反而说不认识你了？这话一出，连带着伯伯都尴尬了起来。毕竟李想可一直以他的女婿自居的。李想暗暗瞪了林强一眼。顾朗对我爸妈很有礼貌，叔叔阿姨，我那边还有点事，明天我再去您家拜访。他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所以他对我的这些亲戚也没有什么好脸。顾朗出去后，包间一片寂静，还是伯伯打破了沉默。我说伯仁啊，你认识这么一个老板，怎么不早说？
害我还费劲巴拉提前1个月预定。伯伯的眼里有着责怪。我将手机放在了桌上，看一下李想。刚刚是谁说输了就买单的？李想被下了面子，有些恼怒。林燕直接指着我，不是我说。林楚楚，既然你的男朋友是这里的老板，那你直接免单不就可以了？为什么还非得要我们买单呢？我就奇了怪了。刚刚不是他们非要跟我打赌的吗？怎么反而知道我是老板女朋友就开始道德绑架我了呢？果然，他们一直都很不要脸，凭什么要给你们免单？愿赌服输。我淡淡道。二伯这时候拉着林强过来，点头哈腰：“四弟啊，以前是孩子不懂事，你别介意哈。”除了伯伯之外，很多亲戚都一改以往看不起我家的嘴脸，变得一脸殷勤。我不想理他们。以前一口一个穷鬼瘸子的时候，他们可没这么殷勤。我看向李想，赶紧：“哦，对了，你还有你老丈人一家，还得向我们一家道歉呢。”我看向伯伯，伯伯气得脸早就红了。他站起来骂我：“林楚楚，我是长辈，你居然想让我向你道歉？”伯母牙尖嘴利，小兔崽子，别以为你绑上人了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让老娘道歉，下辈子吧。奶奶更是当起了和事佬。楚楚，看在奶奶的面子上，算了吧。再说了，你男朋友不是老板吗？请家人吃饭，用不着买单，听听多么不要脸。我拉着我爸妈站起来：“奶奶，您多有脸啊，我为什么要看您的面子？”说完，我往外走。毕竟我不指望这种人能够跟我们道歉。这么说，不过是想看看他们被啪啪打脸的样子罢了。李想认命去买单了，一家人出来，神情都很不好，特别是李想，一下子花完了1年的工资，他的心都在滴血。林凯觉得李想骗了他，正闹着脾气，他走到我的宾利前，满脸不耐烦：“你解锁呀，姐夫。”我笑着按下了钥匙。林凯懵了：“这车是你的？”我开门让爸妈先进去，站在车子前。很奇怪吗？亲戚们都还没有。李想掏出奔驰的钥匙，他旁边这辆车才是我的。那你一开始装什么？林凯口无遮拦，气得踢了李想的车一脚。李想脸铁青，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应该会一脚踹过去。所有亲戚都还没走，看到这一幕，窃窃私语：我还真以为这豪车是他的呢，谁知道是辆破奔驰啊！这一家子装了一晚上，到头来反而被最穷的伯人家狠狠打脸了。啧啧，不过这林楚楚也是厉害呀，居然买得起这么贵的车。人家男朋友可是太子爷，别说1辆，10辆都买得起。趁着人都还没走，我叫住了李想，顺便给人事部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。紧接着我道：“你不是说在荣兴上班吗？现在不是了，你失业了。”我说完就上了车。李想冷笑：“林楚楚，别以为你绑上了顾总就可以这么得意，我的工作是你可以决定的吗？”林燕在一旁帮腔：“就是。林楚楚，你还没装够呢。”他们几个还想再说话，李想的电话却响了起来。接完电话，他的脸已肉眼可见的僵硬了。他不可置信看向我：“你？”我笑了下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毕业后不小心当了个总，你的去留我还是能决定的。”说完我就开车走了，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亲戚。那件事之后，我爸妈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无一例外都是些想来攀关系的亲戚。我叫爸妈统统把他们拉黑，一群见风就倒的亲戚没必要深交。这次回去聚餐，不过是想狠狠打下他们的脸，给我爸妈出气罢了。年后，我正常回公司，刚把车停在门口，却发现楼下围了很多人。也是这时，
一个男人拨开人群，朝我冲了过来。人群散开，我看到公司楼下是一条长长的红横幅，井号荣兴公司无故辞退员工，井号荣兴公司老板，井号。我挑了挑眉，看向朝我跑过来的李想。李想拿着喇叭喊：快看，他就是荣兴的老板林楚楚。这一嗓门让本来就在围观的人群瞬间对我指指点点。我靠，她就是老板呢！长得好看的却是这种女人。荣兴可是个大公司啊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？作风不好，这样的公司居然能发展得这么好。我爸就是在他们公司工作的，年薪待遇好的呀，老板看着也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人谩骂，也有人发出质疑，但是人群中马上出现了一个声音：我就是他的亲戚，他说的都是事实。林楚楚从小就不安分，而且他创办公司的钱都不知哪里来的呢，听说是傍上老板了，不然他家这么穷，哪里来的钱创办公司啊？饶是他特地全副武装站在人群里，还压低了声音，我还是听出了这人就是我那好堂姐林燕。好恶心啊！我以前还羡慕她一个女强人这么能干呢，原来是真的能干。这位哥，中华文化，我还说毕业后我就算挤破脑袋都要进荣兴公司的，这种公司谁敢去啊？万一哪天被辞退了都不知道呢。全是讨伐我的声音，我心中冷笑，我这堂姐是真见不得我好啊，见所有舆论风向都按照自己想的事态发展。李想朝我得逞一笑：林楚楚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保安很有眼神，递给我一个喇叭，我挑挑眉，紧接着放出一段录音。李想略显青涩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整个楼下：对，我就是找人了，怎么样？我李想那么优秀，你连这都不肯，我凭什么不能找别人？虽然过了几年，但是声音是没有多少变化的。我也庆幸自己当初保留了这段录音。人群的风向立马变了。我靠，找人的是他，还是因为人家不肯跟他？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，真恶心。还有，刚刚他的那个所谓的亲戚，也是这男的找来的拖把。人呢？我能看到林燕灰溜溜的跑了。李想急了，就算我找人了又怎么样？这都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揪着不放？还有，你无故辞退我不是事实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谁揪着不放啊？我举起手机道：公司官方账号已经发布了我为什么解雇他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说完，很多人都拿出手机查看。很快，有人惊呼：以权谋私，偷偷用公司的钱！我靠，这种人渣不辞退留来干嘛？他怎么好意思来这里闹的？所有人都在谴责李想。李想急得满头汗，见情况不对，他转身就要跑。保安眼疾手快抓住了他，我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加工资。我看向李想，我已经报案了，律师函也很快就会发到你手上。说完，我不顾他的喊叫，转身进了公司。回到办公室，顾朗打电话过来问我情况，我轻笑：你还信不过我吗？紧接着我道：顾朗，有没有兴趣开一家超市？顾朗的笑从手机那端传来。1个月后，伯伯家超市旁边被收购，紧接着另一家超市开启，里面的东西更便宜更划算，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去消费。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要把伯伯的超市给搞掉。伯伯急得焦头烂额，却没有办法，只坚持了3个月，超市就倒闭了。伯伯家花钱花惯了，压根没有存钱的习惯，超市一倒闭，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，生活一下变得很拮据。听说林燕被伯伯带着去打工，却因为没有学历，又嫌弃别的工作来钱慢，
他只能去陪酒，每天喝得烂醉如泥。林凯则每天在家打游戏，不出去工作。一家人靠着林燕养着。至于理想，挪用公款却无力偿还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他的事迹被挂在了网上，即便以后出来，也没有哪个公司敢要他。爸爸妈妈每天都会去散步，偶尔还出去旅游，过得很滋润。爸爸更是恢复了极好的心态，不再自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窝在顾朗怀里，看向外面的万家灯火。顾朗，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做一首诗。什么？这年过得真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